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徐克采访一语切中潮流真谛，暗合肖战特质，两位源头工厂不可估量。2025年春节越来越近了，关于春节档电影的讨论也是甚嚣尘上。近日关于春节档票房的预测备受大众关注。这里想说，各种类型电影百花齐放，谁能确定观众的喜爱，还为时过早。倒是也有作品春节上映的徐克在近日采访中谈及子，一语切中电影潮流真谛，极具大家风范，看后让人顿生共鸣，深感认同。2025年春节档电影有一个明显现象，那就是往年热映的电影第二部一起扎堆到来，比如哪吒、封神、熊出没等。不得不说，曾经热映的电影二度卷土重来，有优势也有劣势。优势在于有前期热度和受众，有一定号召力；劣势是第二部往往难以超越第一部，带来的失望情绪或许会令其后继无力。总之，不经市场实际检验，谁也无法确定谁会赢，哪家会输。毕竟潮流与风向年年不同，谁也说不好哪种题材会受大众追捧。倒是近日徐克在采访中的话让人深受触动。徐克参加了 M+ 戏院为他举办的作品展览会，记者提到射雕，徐克说不会理会 OUT 不 OUT， 只要故事讲得成功就可以。Out 是大自然的规律，但传统就是最未来。徐克不愧是大师，一语道出潮流真谛，那就传统。就像流行色年年不同，但每过 N 年就回归，而黑白色更是永远的流行色，从不会褪色，这就是传统的力量。而武侠是深植于华人骨血中的情愫，是让天下华人血脉觉醒的力量，是不会随着时间流逝的华夏传统。只需一个动人的故事，就会在全世界先风起云涌。而徐克宛如电影的源头工厂，引领数个时代的风潮，沿袭至今，他的实力与影响力不可估量。另外，传统这个词汇也是暗合肖战的特质，他的勤劳善良、谦虚谨慎、努力上进、不屈不挠等等，都是我国人的传统优良品质。这一点也是他区别于时下许多明星的一大特点，或许也是他深入人心、惹人喜爱的一大原因。比如肖战的着装，非必要的情况下大胆些，一般都是沿袭国人一贯的传统，比较保守的。就说近日拉夫劳伦的直播，黑色高领毛衣，外搭昂贵无比的皮质衬衫，还塞在皮带里，简直不能再严饰和保守了。但他低调的品质与贵气，还有挥之不去的荷尔蒙魅力，简直迷倒众生。不得不说，极致的性感不在露而在藏，越是深藏不露，越有致命的吸引力。一旦袒露，无疑反而变得索然无味了。还有主持人夸他的专辑，介绍他的电影时表现的谦逊与羞涩，丝毫没有他如今这个地位的傲气与张狂，始终是内敛、谦逊和低调的，典型的传统好男人，真是柔软了天下女人的心。一生羞涩的支持一下，简直让人疯狂，这还不为他拼了？再者，与徐克一样，肖战也是源头工厂般的存在，是做蛋糕的人。小处看，杨洋作为他的御用主持人邀约不断，他的化妆师、摄影师等等都因他成为业内顶尖存在。大处看，他的代言能改变一个品牌的运势，能带动上下游生产链一起飞升。他一部剧的播出，就救活了背后的出品方。他的首次专辑发售直接拉动黑胶唱片行业的腾飞。凡此种种不胜枚举，他就像财富的源头，辐射四方，带来滚滚财源。记得肖战说过，想创造非你不可的价值。如今他不仅有着难以撼动的地位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价值，还成为价值主体，真正的源头工厂，福泽四方，已成为另一个 level 的存在。这个春节，两大源头工厂魅力无限，
创造无限。联手打造的《射雕英雄传》知侠之大者绝对是不可估量的存在，敬请期待，共赴这场视听盛宴。